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想你想的好苦啊，我好辛苦啊！怎么会是你？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张君宝在里面，快把他救出来吧！快点把他救出来吧！好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什么都干。走开。干嘛靠那么近啊？君宝，你没事啦！呀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啦！怎么好像只花脸猫一样？都是因为你了，还说人家。你看人家多恩爱啊！那天你不辞而别，我简直快痛苦死了。那么热闹，他们都是来找你的，找我？对，找你，为了月元帅的遗物。那好啊，趁人都在，把事情搞清楚。各位前辈，你们好，快把月元帅的遗物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你们上少林寺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。我早说过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武林人士认为，月元帅的遗物不应该落到一个弑父的逆子手中。对，没错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这个不是问你，我问你啊。明剑山庄的人说话要负责任，你清清楚楚的。再说一次，江湖传闻，你把你自己的父亲张涛给杀了。我爹死了。我爹，他死了。那天是你救我的。我爹他是不是死了？我不知道。我救你出来的时候，没有见到张前辈。别讲那么多，赶快把宝物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你们怎么知道是宝物？有人说你手上有岳元帅的武都秘籍，不是藏宝地图，不是岳将军写的兵书。你们见过吗？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啊？弄得我都想知道了。岳元帅吩咐过我，他的遗物不可以随便给人看，只有一个人，我要亲手交给他。这个人就是飞龙将军。嗨，这分明是你的借口。飞龙将军是你编造出来的，天下间哪有什么飞龙将军啊？谁说没有飞龙将军？师傅，你记得了？我就是飞龙将军。你胡扯！明明穿着少林和尚的衣服，哪里有什么飞龙将军啊？哼，我就是先帝钦宗手下的飞龙将军。当年金人侵占了汴梁，先帝被俘了。我陪着先帝一起被押往北方途中，先帝千方百计地想把一个小公主托付给我，希望我能帮助她逃出金人的魔掌。可是我办事不力，中了埋伏，身负重伤，后来变得疯疯癫癫，就辗转流落到少林寺做了和尚。前面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飞龙将军已经出来了，你把岳飞的遗物交给他，事情很快就解决了。我说过，岳元帅交代过，他的遗物只有一个人可以知道。明白了。好了，现在事情已经交代完了，以后关于岳元帅的事，大家就要问他，不要问他，明白？请问大师，当年那个小公主如今还在世吗？我也不知道了。当时我身负重伤，不省人事。不过这次岳将军回来，带来了小公主的消息，希望武林的有益之士可以帮助找回公主。
以公主的名义上奏朝廷，把秦桧赶出去，号令北伐，还我河山。唉，一件婴儿的衣服，有什么天大的秘密啊？哎，不过奇怪啊，为何上面有个箭口，小朋友都不放过，太残忍了。是啊，岳元帅的遗物终于又落到我们手里了。这些天为了保护这个东西，你也吃了不少苦，我也无以回报，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千万不要，我没什么兴趣，不知道的几乎没命。知道了还得了？好了，我总算完成任务了。走了，我走了。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回来看我呀？难了，我想我不会有时间了。我恐怕也没有时间去看你了。人家说没时间，你也说没时间，真没个性。我怕真是没时间去看你了。我私下教你武功，触犯了少林寺的寺规，方丈师兄要罚我面壁18年。不会吧？这样好了，我自废武功，那你就不用受罚了。面壁也不错呀，这样可以让我潜心修行，静心读经，这也许是佛祖给我的机会，让我日渐精进，早日修成正果。阿弥陀佛。你这样说，这次可能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是。君宝，你天生慧根又有悟性，希望你好好利用，早日造福苍生。那么大的一顶帽子戴下来，我想不答应都不行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。有一句话很肉麻，不过我还是要讲，我会很想念你的，师傅。你我相逢就是有缘，缘起缘灭本应如此。还记不记得，黑芝麻挖，白芝麻发，黑芝麻白芝麻挖发哈。保重了。阿弥陀佛。干杯！多谢各位仗义相救，小弟才能够得以保住这条小命啊。你应该多谢明姑娘才对，她是最紧张的。我谢过了，再谢一次啊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大家赶快吃饭吧。吃完饭呢，我跟秦姑娘谈事情。开动。易前辈，这斋饭不合你的口味，我叫点肉给你吃吧。我不饿，你们赶快吃好了。易大哥呢？你也没有胃口啊？啊，我没有胃口。你可别不吃啊！你上明剑山庄的路还很长呢，一路上没什么好吃的东西。我不一样啊，我回家里好东西多得很呢。不知道我娘怎么样了？爹过世了，我想她也挺寂寞的。哎，你们干嘛都不吃了？赶快吃啊，赶快吃啊！吃饱了。那秦姑娘呢？我不想吃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出去跟我谈谈吧。这位易前辈好奇怪啊！武林高手通常都是奇奇怪怪的，只有我这个平常人才那么平易近人。你看看他，你逗他一整天，他也不笑一次啊。张兄见笑了，我只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开心。是不是因为我打赢了你？是就说出来。我也不是没有说过，上次在黑风镇你打得我落花流水，我走投无路，我都不开心了好几个时辰。我不相信你没有啊。是，我是有点不开心。你别这样啊，我们又不是只打一次，这一次我赢，下一次我输，你赢有输有赢才好玩嘛。对啊，就像占卜一样，有时大吉有时大凶，这样有吉有凶才叫人生嘛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。是吗？是不是应该用因果循环比较恰当？有因必有果，因为我努力练功，所以我功夫好，然后我赢他。下次因为他努力练功，所以功夫好，然后再赢我。因果。你这个比喻也有问题啊！努力就一定能够练成好功夫吗？我不这样觉得。因果。我不这样觉得。因果。我不这样觉得。你听懂没有啊？因果。我不这样觉得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喝一杯。话说回来了，还是因果循环。可是我就是不这样觉得。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喝了一杯，我就不认为不是因果循环了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吃菜。
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里啊？我不知道。你难道不觉得能够和心爱的人一起在夕阳下这样散步谈天，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吗？我不觉得。不怕，感觉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。易前辈，啊，不要叫我易前辈，如果你叫我行哥，我会更开心的。易前辈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下去了。你这样觉得吗？我这次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谈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呀，我们继续下去啊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，最后呢，令我们两个都很痛苦。对呀，我真的觉得很痛苦，所以我想和您谈这个问题。太棒了，我们两个果然是心有灵犀啊！哎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啊，应该更进一步。进一步？是啊，我们不能再这样暗淡下去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跟你成亲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易前辈，这天下比我好的女孩子多的是啊。那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从来没想过正眼看他们一眼，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。你不要这样了。思荣，哎，你干嘛？你答应我吧，我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都愿意改。易前辈，我为了你，我连死都愿意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喜欢你。如果你不是武林前辈，你不是我的救命恩人的话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你这样对我，比杀了我还难过呢。你干嘛？你答应我吧，我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愿意改。易前辈，为了你，我连死都愿意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喜欢你。如果你不是武林前辈，不是我救命恩人的话，我肯定早就把你杀了。你这样对我，比杀了我还让我难过。我没办法，我要走了。思荣，你放手啊！思荣，思荣，你真的不喜欢我？对，我不喜欢你，也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。说吧，说什么？你知道的。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应该说什么？说早安呢就晚了点，说我晚安呢就早了点。我应该说什么呀？人家为了救你，肩膀都磨破了，现在腰酸背疼的，连个多谢也没有。哦，谢谢嘛，谢谢你，很多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很多的麻烦你，够了没有啊？啊？这还差不多。那晚安了。哎，我有事要跟你讲。很少看你那么认真的。关于什么呀？关于我们的关系。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想有现在的关系了。我跟你从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就是要解决这个关系啊。哦，越讲越离谱了。我跟你断绝关系。一下子没关系，一下子又要断绝关系。既然没有关系，又何来关系？既然有关系，我跟你又是什么关系？你每天喊我后娘是什么关系？哦，你想断绝母子关系啊？本来就不是，是你乱喊而已。那简单，以后我不要叫你后母不就行了吗？不，我要去你家跟你娘说清楚。好啊。你赞成？不反对。那明天一起去？随便。君宝，易前辈，易前辈，易前辈，快接他下来！等你解下来，他就没气了。给我掷飞镖！嘿，哦，哎呀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是秦姑娘救了你，那个张君宝差点害死你。哎呀，君宝才是我的知己啊！啊！我是真的想救你，只不过太紧张了，一时失手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前辈。还好秦姑娘身手敏捷，把绳子打断了。你既然不要我活下去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我没有让你死。你不跟我成亲，不就是要我死吗？人家不答应你，你也不用去死啊。我这叫伤心欲绝嘛。说是那么说，我连死都愿意了，你相信我是真心的吧？我相信，但是我不可以接受。对不起。哎，思荣，哎，思荣，快跟着他。
他真的不喜欢我？他为什么要不喜欢我？我哪里长得不好？哎呀，我要去死了！叔叔，你别这样，冷静一些嘛。你放屁！你根本没谈过恋爱，你哪知道我的感觉啊？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，你怎么能冷静呢？你冲动就更糟了。少女的心事我不是很清楚，我只知道不能逼啊，你越逼就越抗拒。你想一下，一表人才的你，武功高强的你，前途光明的你，一个字可以形容的你，帅啊！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冲过来呢。那为什么他？因为你老跟着他，你这样跟着他，是人都怕你啊。那我要怎么办呢？离开一下，不要让他看到你，他看不到你就会想你，想到跟你在一起的开心时光，然后就会想着你。当他最想你的时候，你就以白马王子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只要这样，水到渠成。是啊，我骗过你吗？有点道理啊。哎，叔叔，你应该四处去走走啊。哎，不行，越想越不对啊。思荣这么好，如果我不在身边，他一定会被别人追走的。只有你说他好而已啊。谁敢说他不好？好，怎么好啊？如果给人追走怎么办？我会帮你看着他。我不会让别的男人接近他。真的，有你一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你就好好的放心去游山玩水，不要再想着死了。在这里上吊，以后这间房很难租出去的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哎，再答应我一件事。好啊，说。多照顾一个人。谁啊？我那个傻侄儿。叔叔，他是我大哥的小孩，也是嫣然的小孩。我答应过嫣然，我要照顾他的儿子的。好。走。你找我有事？我是觉得你应该接受易前辈啊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人？我觉得易前辈他是真心对你好的。而且一个女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？当然是有一个人能够真心真意的对她好，爱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应该轻易放弃这个机会。是，他是对我很好，可我还是不能接受他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他对你那么好的话，你都要接受，那不累死了？那不一样啊，易前辈对你好是真的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有他对你那么好。那如果易继风也像他对你那么好的话，你也接受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可是那不一样啊，因为我已经有了心上人了，有了心上人就不可以再接受其他人了。莫非你也有心上人啦？没有吧？所以你就应该接受易前辈，这样他就不用整天烦着你了。你不用劝我了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感觉是可以慢慢培养出来的，不怕跟你说，我和君宝刚开始也没有什么，可是到了后来却慢慢有了感情啊。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也许你觉得感觉是可以培养的，可是我不这么认为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是不会改变的。喂，你不用那么固执吧？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，是感觉。想不出你也会对感情有感觉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冰冰的人，什么看法感觉都没有。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太晚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不再考虑我的建议啦？易大哥，我们又要分手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次分手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。有机会的，到时候我们再过两招。不过下一次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希望吧，我会努力练功。你也是哦。好。哎，怎么不见易天行前辈啊？昨晚走了，你很想人家吗？不会，我是替秦姑娘担心啊。我不用你管。好，我叔叔行事乖张，有什么冒犯，还请多见谅。你多劝劝你叔叔吧。他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很难有人找到他的。就算找到他，按照他的脾气，也是劝不了他的。不过呢，他还是很疼你的，所以我不得不把我最心爱的东西送给你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他叫我照顾你的嘛。总之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吹这个笛子，我的朋友鹧鸪仔就会飞来找你，不论多远都会来找你，把你的口信跟他说，他会告诉我的。鹧鸪仔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要保重，后会有期，再见。保重，保重。嗯。